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有句俗话叫做嫁入豪门深似海，就是说豪门里面的勾心斗角非常厉害，不适合傻白甜。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，豪门中的女人往往都不简单。例如我们今天这位女主人公，一番腥风血雨后，她居然能全身而退，把美国警方也是弄得一脸无奈。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看完后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。事情发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阿克伦市。2001年6月16号下午，当地一个加油站发生了一起命案，一个名为扎克的男子在加油时不幸被枪杀身亡。通过调取监控，警方发现死者在开车进入加油站没多久后，一辆青绿色的忍者式摩托车也跟了进来。在把摩托停到一旁后，头盔男直接走向扎克车窗旁，从衣服里掏出手枪，对准扎克直接扣动了扳机，子弹瞬间射穿轿车玻璃，穿过扎克的头部。而头盔男作案的整个过程非常连贯，没有一丝犹豫和迟疑。确定已经结束目标后，头盔男回到摩托，直接离开了加油站。整个过程表现得非常专业，像极了一位专业杀手。所以警方最初推测，这起谋杀大概率和黑帮有关。但是确定真相之前，他们得做两件事情。其一，确定死者的身份背景；其二，在现场中找到更多的线索。那我们先来说第一件事。那死者是40岁的杰弗瑞·扎克，是个以色列裔，会说多种语言。移民美国后就成为了一名股票经纪人，主要为投资者提供股票还有债券的交易等服务。他穿上帅气西装，搭配俊俏脸庞，40岁的扎克从上到下都散发出男人的帅气和精英的气场。可是他呢，有个坏毛病，那就是喜欢沾花惹草。他此前还和未成年少女发生了关系。那除此之外，扎克还经常因为一些小事情和邻居发生矛盾。那警方这边刚摸清了他的资料，而另外一边呢，医院就传来了坏消息。扎克因为伤势过重，抢救无效。那原本犯罪率就高居不下的阿克伦，这下又多了一起街头枪击案。为了破案，警方来到扎克家中，被告知丈夫遭遇枪击身亡后，妻子邦尼非常沮丧。她告诉警方，前几天有人在家中电话留言，似乎是在恐吓丈夫。那丈夫还告诉儿子说，如果他遭遇不测，那一定和艾德·乔治有关。那言外之意就是说，凶手就是艾德·乔治。那根据资料，乔治是当地一家豪华餐厅的老板，还掌管着许多家族的其他生意。那一个大老板，一个股票经纪人，那难道说他们的恩怨和钱有关吗？可接下来妻子邦尼说的话却完全出乎了警方的意料。妻子表示自己有次和丈夫在乔治的餐厅吃饭，而那天乔治刚好也带着妻子辛迪亚在用餐。那由于丈夫从事股票交易，那所以非常注重人际关系。而乔治作为当地有名的富豪，丈夫自然是想认识他。那在经过一系列的抛砖引玉后，丈夫最终成功结识了乔治，还有他的妻子辛迪亚。辛迪亚年轻时呢，是个选美皇后，身材凹凸有致，那搭配诱惑力十足的金发碧眼，那女人看得流泪，男人看得犯罪。而在超能力的加持下，乔治娶到了比他年轻15岁的辛迪亚。那婚后两个人陆续生了5个孩子，那算上领养的2个，一共有7个，一大家子热闹非凡。那从事业到婚姻，辛迪亚的经历可以说是羡煞旁人。丈夫负责赚钱养家，自己负责貌美如花，而日子别提过得有多幸福了。可就是这看似完美的婚姻生活，背后呢，却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。邦尼告诉警方，自从那晚丈夫遇到辛迪亚之后，丈夫的兄弟就似乎蠢蠢欲动。那自己本来想泼丈夫几盆冷水，可是想到丈夫那暴脾气，那便只能像只电灯泡那样坐在旁边，看着他和辛迪亚眉来眼去。
而对于扎克的热情，乔治似乎完全不在意。也许对他来说，多认识一个股票经纪人，对自己似乎也没有太多的坏处。由于乔治经常在外忙于照看生意，所以妻子辛迪亚也是经常独守空房。辛迪亚的内心就如同潮湿的干柴，在扎克这把烈火的不断挑逗下，终于褪去水分。3天2头呢，就燃起欲望之火，而这把火一烧就是10年之久。直到案发的2-3个月前，扎克被迫和辛迪亚分手。可扎克分手后却非常懊悔，他甚至把对辛迪亚求爱不顺的怒火直接洒在了妻子邦尼的身上。听到邦尼这般描述，探人目瞪口呆，他们不禁为乔治捏了把汗。堂堂一个大老板，居然被戴了10年的绿帽，还一直没和妻子离婚。带着疑问，警员来到了辛迪亚家中。迎接警员的是辛迪亚的保姆。在等待辛迪亚下楼时，一张全家福吸引了探员的注意。照片的7个孩子中都有黄褐色的皮肤和黑色头发，唯独除了一个小女孩。这个小女孩的头发是金色。考虑到辛迪亚头发也是金色，那这似乎也没有什么奇怪。可关键是，这小女孩并非是领养的，可她的长相上却一点都不像乔治。而辛迪亚下楼后，警员询问她最近有没有见过扎克啊？但是辛迪亚表示自己最近没有怎么出过门。可是被问及和扎克的关系时，她却表现得很不耐烦。说着说着，便以丈夫不在家为由，直接上楼离去，留下在风中凌乱的警员。回到局里，警员联系了辛迪亚的丈夫，也就是乔治，要求他在警局接受问询。如果不想来也没关系，警方很乐意提供上门服务。电话中，艾德乔治虽然答应了警方，可半小时后到达警局的人却是他的律师。律师就把名片放到警员办公桌上后说道：警官，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联系我，请不要打扰我的客户和他家人。面对这些总喜欢拿律师当挡箭牌的富人，警方其实是很讨厌的，但是警方也是很开心的，因为这表明这些人有嫌疑，也就是说警方调查的方向是没有错的。例如辛迪亚，他第一次接受问询时坚称自己和死者扎克没有关系，但实际上这2人的肉体关系维持了10年之久。他的谎言就表明凶手和他有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。警方列了一份嫌疑人名单，第一是死者情人的丈夫乔治，第二是死者的情人辛迪亚，第三是死者的妻子邦尼。这3个人似乎都有作案可能，那要怎么确定到底凶手是谁呢？警方回看了监控中的凶手，发现凶手身形高大，不太像是女人。可案发时乔治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，那不太可能是凶手。为了找出证据，警方就询问了乔治家族的其他人，但是都没有收获，因为乔治已经下了封口令，谁也不准向警方过多透露此事。那横竖的调查方向都被堵死，这可把警方憋得一肚子火。就在警方苦闷不已时，辛迪亚家中的前保姆送来了神助攻。而保姆告诉警方，辛迪亚一直和扎克偷情，有时还当着孩子的面把扎克请到家中一起挥汗如雨。保姆还说，扎克脾气非常的暴躁，在后来一段时间甚至对辛迪亚使用了暴力。听到这话，警员立即打断了保姆。既然如此，那辛迪亚为何不摆脱扎克呢？那这不是自讨苦吃吗？对此保姆解释说，这是因为扎克一直用小女儿威胁辛迪亚，这个小女儿就是全家福中的那个金发女孩，她的亲生父亲其实是扎克。当然这只是保姆的一面之词，事实如何，警方还得做亲子鉴定。不验不知道，一验吓一跳，这保姆还真的没撒谎。经此一问，辛迪亚就一跃成为了警方的首要嫌疑人。所以说凶手会是他吗？可目击者表示，凶手身形高大，不太像是瘦弱的辛迪亚。就这样，案件调查又陷入了僵局。直到1年后，一个男子致电警方，称自己女友克里斯汀知道谁是凶手。可来到克里斯汀住所询问时，他却表示毫不知情。直到警方离开后的数天，克里斯汀才告诉警方，
凶手是自己的前夫约翰。约翰呢是一名卡车司机，性格十分暴躁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自己才和他离婚。克里斯汀表示，前夫曾告诉过他要小心一个白发以色列人。他起初自己以为前夫又在发疯，但是后来看到扎克遇害的新闻后，他才觉得那也许丈夫就是凶手。那为了证实克里斯汀的怀疑，警方就给他听了当时扎克家中电话的留言，那结果这就是约翰的声音。那对于丈夫这个愚蠢行为，克里斯汀觉得非常惊讶，这简直就是把犯罪证据主动送给警方。那约翰怎么会和这件事情扯上关系的呢？那原因很简单，因为辛迪亚出轨的人不仅仅是扎克，还包括约翰。那一个股票经纪人，一个卡车司机，贴心的辛迪亚就是给丈夫戴了2个绿帽。克里斯汀告诉警方，辛迪亚经常花钱资助自己的前夫约翰，包括给约翰买手机、交房租等等。那为了找出约翰的犯罪证据，警员让克里斯汀带上了窃听器，以此套取前夫约翰的口供。那不出克里斯汀所料，他和前夫一见面就吵了起来。那吵架过程中，约翰就发现了克里斯汀车上的小黑盒，这把警方吓得是急冒汗，因为那是警方窃听用的无线电频率侦测器。而就在警方准备下车营救时，机智的克里斯汀从前夫手中一把抢过侦测器，直接扔向车外，并大声喊道：你个王八蛋，你居然怀疑我！你真正应该怀疑的人是你那个骚货情人辛迪亚，是他让你去杀人，你最好想一下他有没有偷留你的把柄，不然你到时候怎么被抓的你都不知道，你个可怜鬼。而看到暴跳如雷的前妻，约翰的心软了下来，他小声地说道：你别激动，现在警方在监听我，所以不要再说这件事情了。那约翰的这番话虽然证实他有作案嫌疑，可是他从头到尾并没有直接承认自己是凶手，所以呢，警方也没办法实施抓捕。况且就算约翰有说，这个监听也没办法成为法庭的证据。在搜查约翰的财物时，警方发现他拥有一辆摩托车，卖摩托给约翰的老板透露，当时约翰一来就说要速度最快的型号，还说很快就会卖掉摩托。一番比较后，约翰选了辆青绿色的忍者型摩托，还直接掏出了$5287现金付款。这个数字让警方想起了一件事情，就在约翰购买摩托的几天前，辛迪亚从他的账户里提取过一笔现金，金额是$5300。那有没有可能辛迪亚的这笔钱就是给约翰买摩托的？那同时警方还发现约翰租房合同上的签名居然是辛迪亚。那好家伙，这是同时养了个情人和请了个杀手，一份钱干2份事。但是仅有这些财务记录，警方是没有办法将辛迪亚定罪的，他们还需要更多的证据，例如杀死扎克的那把手枪。一番走访后，警方找到了一个男子，这名男子表示此前卖了2把枪给约翰。那警方不理解，为什么约翰要买2把枪？难道说他和辛迪亚一人1把吗？但是男子解释说，约翰是分2次购买，因为他的第1把枪掉在森林保护区里不见了，而第1把枪的口径是32，而第2把是38，而第2把手枪的口径和案发加油站的子弹口径完全吻合。案发1年后的2002年9月，警方逮捕了约翰，可约翰坚称案发当天自己和朋友在看车展，没有杀人，也根本不认识死者。那约翰一脸大爷地坐在警员面前，老实就这句话，你们说我杀的人，那麻烦拿出证据来啊。那拽得上天的约翰完全没有想到，几天后警方还真的找到了证据。一个森林的保育员告诉警方，在案发前几周的一个半夜，他看到有辆车停在森林里，他当时车门没有关，车辆前座上还有个空枪带。那保育员起初以为是有人想不开要自杀，那结果就在这时，约翰就突然出现了。那约翰说自己在等女友，手枪呢放在家中。听到约翰这么说，保育员呢也没太在意。那直到几天后，一位采摘蘑菇的大叔向他反映，自己在树林里捡到了一把手枪，而发现这把枪支的地方刚好是几天前发现约翰的地方。那这就奇怪了，
这3更半夜的时间，约翰专门开车跑到森林里，他到底是想干嘛？警方是百思不得其解。难道是想和辛迪亚一起打野战吗？那虽然这只是个玩笑，但是警方还真的猜对了一半。不过辛迪亚约的战友不是约翰，而是死者扎克。将辛迪亚、扎克和约翰3人的通话记录放到一起后，警方发现，在约翰跑去森林的当晚，他一直用电话和辛迪亚联系，而就在同一时间，辛迪亚又用另外一个手机和扎克联系。那虽然没办法获得他们的通话内容，但是这个巧合的时间说明辛迪亚当时很可能就在遥控杀人。他一边致电扎克，引诱他到森林里见面，一边呢让约翰埋伏在森林里，伺机干掉扎克。可是计划进行到一半时，约翰却遇到了保育员这个意外，所以呢他只能临时把枪丢到树丛中，谎称自己在等人。除此之外，警方还发现案发当天，在扎克遇害的7分钟之前和20分钟之后，约翰用手机联系了辛迪亚。那到了这里，真相似乎已经非常明显，是辛迪亚指挥约翰杀害扎克。可是这些证据呢，只能判处约翰罪名成立，指控辛迪亚似乎还是有点吃力。案发2年后的2003年2月，法庭召开了庭审，在一系列的铁证面前，约翰蓄意谋杀罪成立，被判处无期徒刑。那审判结束后，很多记者就采访警方，你们为什么不起诉辛迪亚？难道说他一点责任都没有吗？那面对媒体的指责，那警方也是一肚子火，他们何尝又不想起诉辛迪亚呢？奈何证据不够。在约翰被捕入狱后的22个月内，警方一直监看着他和辛迪亚的来往信件。在信中，辛迪亚告诉约翰，你一定要保持坚强，一定要相信我们的律师，我们绝不能犯错。言外之意就是告诉约翰，你在里面不要乱说话，只要你不把我供出来，那我就会找律师帮你上诉，你就不用一辈子待在监狱里。那起初约翰也按照辛迪亚的要求，把犯罪的罪行全部揽在自己身上。可慢慢的他发现，辛迪亚就是在耍他，只是帮他垫费了律师费，也是仅此而已。而至于后来说好的上诉，连律师的影子都没见到。而鸟笼般的监狱生活让约翰变得越来越没有耐心。他在电话中扬言，如果我开始打电话，那一定会有事情发生。案发4年后的2005年，警方终于逮捕了辛迪亚，并以2项不同的谋杀罪向法庭起诉了他。那至此，刚落下帷幕的该案又被推上了舆论头条。为了帮助妻子脱罪，丈夫乔治花了大价钱聘请了俄亥俄州最有名的律师团，还放弃了陪审团审判，改由法官一人审判。也就是说，一审时辛迪亚到底有罪还是无罪，完全是由法官说了算。庭审时，警方呈上了3年来苦心收集的证据，包括辛迪亚和约翰在狱中的来往信件，约翰要求辛迪亚替他支付辩护费的通话记录。但是最有分量的证据呢，还得是辛迪亚半夜遥控指挥约翰，试图在森林里杀害扎克的通话记录。那对于检方的这些指控啊，辛迪亚的律师呢就打出了情感牌，他将辛迪亚塑造成一个弱势的母亲，一个无辜的受害者。他认为一切的缘由都是扎克一直用小女儿威胁他的当事人。而对于情人约翰的计划，他的当事人根本就不知道，他只是把自己的苦恼告诉给了约翰听，他根本没有想到约翰会动手为他杀人。那经过9天的辩论后，法官宣布了判决。那针对辛迪亚加重串谋谋杀罪这项起诉，法官裁定他无罪。那听到无罪2字，辛迪亚如释重负，非常激动。可就在他激动不已时，法官表示还有一项裁决。根据检方的证据，本庭排除合理怀疑，认为你罪名成立，判处23年监禁，20年后才能申请假释。而对于辛迪亚来说，法官的这2个裁决就好像是先把他捧到了天堂上，然后呢又马上将他狠狠地摔向了地狱。辛迪亚上一秒的欢乐，到了这里就瞬间变成了悲伤。花心男人下地狱，狠毒女人蹲监狱，所以事情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吗？当然没有。因为不服于法官的判决，所以一审结束后，辛迪亚的律师就马上提起了上诉。而仅仅过了16个月后，
俄亥俄州上诉法院就否定了一审时的判决，将有罪改为无罪。那辛迪亚也因此从监狱里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。那对于上诉法院的这项判决，警方是一脸懵逼。上诉法院给出的解释呢很简单，只有4个字：证据不足。他们表示，警方只能证实辛迪亚和2个男人之间有发生通话，但是没有办法证实是辛迪亚引诱约翰让其杀害扎克尔。而不关心的警方就向俄亥俄州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，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3审。那结果却直接吃了个闭门羹。那也就是说，辛迪亚自此之后永远获得了自由。可是对于约翰来说，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他得乖乖在监狱里吃上23年牢饭，直到2026年才能申请假释。那看完整个案件，其实有个很关键的问题：辛迪亚的丈夫乔治，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被戴了绿帽吗？而且还是2顶大大的绿帽。就以正常人的智商来说，我想他应该是知道的。可他不但原谅了他的妻子，甚至还为他花费重金请律师为他辩护。一个男人死心塌地爱自己，一个男人成为泄欲工具，而另外一个男人则成为了替罪羊。那辛迪亚到底是不是魔鬼，我不知道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，千万不要随便招惹有钱人的老婆。野草不可摘，毒针更不可碰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